本期影片就来分享，当我们拥有了美国公司和 EIN 的税号之后，如何在线上获得一家美国公司的银行账户以及商业信用卡。首先，允许 NRA 持有的美国公司进行线上开户的银行非常少。Mercury 算是其中一家，而且是知名度和实力最强的一家。Mercury 并不是传统的银行，也没有线下的实体网点，它是一个专门服务美国初创公司和跨国运作美国公司的非美国居民打造的一个金融科技平台。Mercury 的一切操作都只能在线上进行，包括像是开户、银行转账、存支票等等。传统银行能做的事情，Mercury 基本上都能做到。所以你把 Mercury 理解为一家互联网的银行即可。虽然 Mercury 本身是金融科技公司，但是它的底层的资金都是交由实体银行托管的。Mercury 的业务本质上也是由背后的银行，也就是托管银行在运作。所以我们的美国公司存放在 Mercury 账户里面的资金，安全程度上来说，和传统银行是无异的。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来介绍如何在 Mercury 进行开户。首先，我们来到 Mercury 的官网 mercury.com，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 Open Account， 开户过程非常简单，在资料准备齐全的情况下，开户过程大概只需要10分钟左右。在正式开户前，请各位提前准备好护照、公司的组织章程，也就是 Articles of Organization， 以及 EIN 税号的确认信，还有英文的地址材料证明。具体稍后也会解释。首先，这里填写你的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注意是先名后姓。你的护照上的名字是怎么填写的，这里就要怎么填写。然后点击 Start Application， 这里的 Work Email， 如果你有自己的域名，这里就优先填入你的域名作为后缀的邮箱。比如我的网站的域名是 Caleb.com， 我这里就填 @caleb.com 的邮箱。如果你暂时没有自己的域名，那么就填你的个人邮箱。Password 没有什么好说的，自己设置就可以了。点击 Next。Company Name， 填你的美国公司的全名，记得要加上 LLC， 然后 Next。Mercury 会根据你的公司名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 call sign， 我们不需要修改，保持默认即可。Next，Is your company any of the following？ 作为艺人公司，这些选项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无关的，我们直接点击 None of the above 即可。Company Info 这一页开始要填的内容就会变多，首先确认一下 Legal Business Name 是否正确，然后 Phone Number 这里填你的美国电话号码。如果你没有美国的实体电信运营商，比如说是 Ultra Mobile、Tello、T-Mobile、AT&T 运作的号码，那么这里就填 Google Voice。Company Website 填你的公司的网址。如果你是做跨境电商的，就填你店铺后台的连接，或者是你的独立站的网址。公司网站必须要有，因为这是你的业务证明。美国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会有自己的网站，这是美国的企业文化。接下来填 EIN 税号，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接下来是 Company Details， 选择你的行业，比如说是做电商的卖家，就选 E-commerce。Company Type， 选择自己的公司的类型。对于我的绝大多数的观众来说，我们的公司类型都是 LLC， 所以就选 LLC。Company Description 就是介绍自己公司是干嘛的，具体有什么业务，这个让 AI 来写即可。Major Investors 这里是 Optional， 对于我的绝大多数的观众来说，我们都是艺人公司，我们自掏腰包给公司注资，所以没有什么 Investors。点击 Next。Company Address 填写公司的注册地址，你的美国公司的 Articles of Organization 是什么地址，这里就填什么地址。下一个 Enter a physical address for your business， 这里是填你的日常开展业务的所在地。这里请各位认真听，对于我的绝大多数的观众来说，我们都是离岸经营美国公司。你平时在哪里办公，这里就填你平时办公的地址，不要自作聪明填一个美国地址上去。比如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的，平时就在家里办公，那么这里就填你的家里的地址。后续 Mercury 也会要求你提供你家的地址证明，这就非常简单了。水电账单、信用卡账单、租房合同这些都可以，甚至是连 Wise 的账单也可以。我自己当时就是用 Wise 的账单作为地址证明，因为 Wise 账单上面的地址是英文的，所以就可以省去我们找翻译机构给水电账单或者是信用卡账单做翻译和公证的环节。Mercury 是一家 NRA 友好的互联网银行，正如我开头说的那样，它的很多客户其实都是离岸经营美国公司的非美国居民，它完全接受非美国地址作为办公地址，所以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在这里填一个美国地址，不然的话，后续 Mercury 就会要求你提供美国的签证以及你的美国办公地址的租用合同等等，这是自找麻烦的行为。OK， 点击 Next。接下来是 Ownership Details， 填你自己的身份信息，你的护照上面的名字是什么，这里就要填什么。然后就是 Email， 系统会默认给你填上你最开始填的那个 Work Email。Job Title， 因为我们是艺人公司，我们可以选 CEO， 或者是手写输入 Owner， 然后下面的 Ownership Percentage 就填100%。
Ownership details 填完之后，原本是灰色的 Continue 这个按钮就会被激活。我们点击 Continue 之后，页面就会出现一个 QR code 二维码。我们用手机扫描这个 QR code，就会跳转到调用手机的摄像头进行视讯认证的环节。视讯认证的环节包括用手机来扫描你的护照的信息，以及人脸对比护照的信息和你真实的样貌。因为我已经有 Mercury 账户了，所以我就无法再进行一次视讯验证，所以我这里只能用语言描述。当我们完成视讯认证之后，下面的 Who ha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to control the company's business 就会出现我们的名字。我们选择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就可以点击 Next。接下来是 Company Documents。对于我的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我们的公司是艺人公司，所以 Formation Document 这里就上传我们的 Articles of Organization 即可。下面就是上传我们的 EIN 确认信，也就是 CP575。两份文件都上传好之后，就点击 Next。接下来是 Expected Activity，这里请各位认真听。Where will your first deposits come from？ 对于我的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我们都是自掏腰包给公司注资，并且 Mercury 是我们第一个美国公司账户，所以这里就只选择 Self，不要选择 Investors，也不要选择 Revenue。如果你选了 Investors，后续 Mercury 就可能要你提供你与投资人的关系证明，可能还会对你的投资人进行背景调查和资金的来源调查。如果你选了 Revenue，Mercury 就会要求你提供美国公司的收入证明。对于目前一个美国公司银行账户都没有的我们来说，美国公司的收入证明我们是拿不出来的，所以这里就选 Self 即可。我们是自掏腰包给公司进行注资，资金的来源证明也非常简单。我们提供自己的美国银行账户的对账单，或者是 WISE 的对账单即可。How do you plan to use your Mercury account？ 这里如实填写即可。建议勾选 Operating Expenses。做电商的卖家，这里也可以勾选 Paying Suppliers。还有就是 Receiving Revenue 是一定要勾选的。Credit Cards 也可以勾选，因为当我们的 Mercury 账户开好之后，这个账户还会自带一张商业信用卡。这张自带的商业信用卡就是用我们的 Mercury 银行账户进行还款的。还有像是 Sending Wires、Currency Exchange 也可以勾选，这里的选项很多，到时候大家自己慢慢看即可。然后接下来的 What is your expected monthly account balance？ 大家如实填写即可。然后下面的 Which countries will operate in？ 这里是指你的商业活动会涉及哪些国家或者地区。除了你自己本身的所在地一定要勾选之外，还有比如你的供应商在中国，你将来可能需要用你的 Mercury 给你的中国供应商进行汇款，那么这里也要勾选 China。再比如说你是做商业咨询的，你有新加坡的客户，需要经常给你的美国公司进行汇款，这样的话这里也要勾选新加坡。接下来 How much money do you expect to send or receive each month？ 这里如实填写即可。Which countries do you expect to send or receive money from？ 这里也是如实填写即可。这一页就填完了，点击 Next。接下来是几个 follow up questions， 这里 Mercury 会再问我们一遍，我们的公司目前有没有网站或者是网店？这里我认为它是问多余的。正如我开头所说，美国公司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网站，这是美国的企业文化，也是必须要有的东西。如果你这里选择 No， 我合理推测，这里 Mercury 就会拒绝给你开户。如果你选了 No， 你目前真的暂时没有任何公司网站，它接下来还会再问你 Is your business planning to launch a site in the future？ 然后问你 Yes or No。如果你选了 Yes， 下面就要填写你打算发布公司网站的时间。如果你还是选了 No， 那么他就问你，你连公司的网站或者网店都没有，你究竟想要如何推广你的业务？所以各位在申请 Mercury 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公司网站搭建好。如果你是跨境电商卖家，那么就可以直接提供你的 Shopify 独立站的连接即可，不要自作聪明随便填一个网站进去。Mercury 的审查员是真的会点进去看的。下面的 Please provide example links to the types of products you're selling or intend to sell。 这里填写你的产品的连接。如果你是卖服务的，就填你的服务介绍的连接。这里填完之后，就算是全部完成了。如果你还有信息没有填，页面下面就会提示 Almost done， 提示你具体哪页有漏填的信息。我是在1月17号申请开户的，1月18号就申请通过了。只要我们提供的讯息是准确并且真实的，基本上1天就能通过。在账户开通之后， Mercury 还会问你需不需要商业信用卡，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勾选需要。Mercury 的商业信用卡是5年费的，并且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所有商业信用卡的支出一律是 1.5% 的 cashback。这张卡就算放在所有的商业信用卡里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存在。各位不要拿商业信用卡和你自己的信用卡相比，稍后我也会解释。Mercury 的商业信用卡可以选择只需要虚拟卡，也可以选择需要实体卡。我当时没有勾选需要实体卡，因为虚拟卡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把虚拟卡添加到 Apple Pay 之后，马上就能使用。添加到 Apple Pay 之后，使用起来基本上和实体卡是差不多的。多一张实体卡的话，反而会多一份卡片被盗刷的风险。日后哪天需要实体卡的时候，也可以再申请。如果你勾选了需要实体卡的话，
Mercury 也会直接邮寄卡片到全世界。它的实体卡是金属卡。如果你很想收集金属卡的话，那么确实可以申请它的实体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获得金属卡有前提条件。根据 Mercury 官方文档的规则，要么你需要支付49美元作为金属卡的制卡费，要么你的 Mercury 的存款余额要达到5万美元，二选一。否则的话，它只会寄一张塑料卡给你。Mercury 的开户过程我已经讲完了。如果你的美国公司已经注册了下来，那么可以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来注册 Mercury 的账户。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来开户的话，并且开户后的90天内汇入1万美元的启动资金，那么你和我都能获得250美元的现金奖励。邀请链接我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内。Mercury 账户开好之后，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公司账户进行注资。Mercury 提供的注资渠道非常广，最常用也是最推荐的就是 ACH 转账。ACH 转账需要你用美国的本土的支票账户，而且支票账户必须是在你的名下。如果你没有美国的银行账户，那么使用 Wise 来注资也是可以的，因为 Mercury 本来就是一个 NRA 友好的银行，他们也能考虑到有些海外的用户可能并没有美国的银行账户。Wise 作为一家提供了美元支票账户的电子货币机构，我们也可以使用 Wise 的美元支票账户来给 Mercury 注资。除了 ACH 转账之外，还有像是 Wire Transfer， 也就是美国本地汇款。ACH 转账金额有上限 ，Wire Transfer 的话就没有。还有像是 Send Invoice以及 Check Deposit， 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基本上用不到。如果你没有美国的银行账户，也没有 Wise 的个人账户，那么还可以使用 International Wire Transfer， 也就是国际电汇，但是汇款的手续费会非常贵。虽然 Mercury 在接收国际汇款的时候，它是不收手续费的，但是你的资金的发出行会收手续费，以及中间的过路行也会收手续费。因为国际电汇通常需要经过1到2个国际的中转行，或者叫清算行。这些中转行通常会在资金路过的时候，在不告诉你的情况下，悄悄扣除15到30美金不等的手续费。也就是说，假设你的资金是从香港或者欧洲汇出1000美元，到账 Mercury 的时候，可能只会剩下975，甚至是更少。我再强调一次，手续费不是 Mercury 收的，而是整个 SWIFT 系统的常态。如果你有美国本地的银行账户，或者是 Wise 的账户，我强烈不建议各位使用国际电汇。除非你的汇款金额非常大，否则的话，手续费会吃掉你不少钱。至于右下方的 Safe， 这个渠道也和绝大部分观众没有关系，我就简单介绍一下。Safe 的全称是 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Equity， 中文翻译的话，大概可以叫做未来股权简单协议，新创公司专用的一种先拿钱，然后分配股份的早期融资的合约，只有像是 C Corp 这类公司才能用。我们的公司类型是 LLC， 所以 Safe 跟我们无关。当你完成注资的那一刻，你的美国公司的银行账户就算是正式激活了。我们的 Mercury 的商业信用卡也可以正式启用。对于商业信用卡来说，我们不用刻意去记 Mercury 的商业信用卡的还款日期是几号，因为当我们使用卡片进行支付之后，第二天 Mercury 就会自动在我们的银行账户的余额扣除对应的消费金额。如果我们的账户余额低于我们的支付金额，那么交易将会被拒绝。另外，对于第一次运营公司的朋友来说，拥有一家公司之后，你就必须要意识到，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是绝对不能混用的。你不能用商业信用卡进行个人层面的消费，你也不能用个人信用卡作为公司的支出。很多朋友会觉得 Mercury 的商业信用卡的刷卡奖励才只有1.5% 的 cashback， 然后就用自己的个人信用卡来作为公司的商业支出，这也是自找麻烦的行为。因为第一，你的记账会变得非常麻烦，一旦有任何一笔的报销做凭账的时候出了差错，就会被 IRS 判定为逃税。第二，如果你的商业支出很大，你的个人信用卡的额度不够高，那么你的信用额度利用率一定爆表，你的信用分也会大跌。另外，从你注资的那一刻起，你就有义务和有责任开始记账。对于第一次运作公司的朋友来说，最好是一有支出或者收入就马上记账，同时保留好收据或者是发票。如果你平时不记账，年底的时候才来记账，那你给 IRS 报税的时候，难免就会有遗漏或者出错。你自己犯的错 ，IRS 是不会管的，你只会收到 IRS 的巨额罚款以及利滚利的未缴税款。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不要注册美国公司。各位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 Mercury 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Mercury 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 API 接口，可以直接关联，像是 QuickBooks、Xero 这类的记账应用，你的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会自动同步到记账的应用里面，将来报税的时候就不会出错。本期影片主要是讲如何开户的，所以记账和报税的内容我就不展开说了，以后再出影片和大家分享。Mercury 的开户邀请链接我也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内。
大家也不要忘了用邀请连结来开户的话，有$250的开户奖励。最后，我也把影片对应的文章内容上传到了我的网站 Khaled.com，文章的连结我也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内。如果观众朋友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或者是到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找我。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感谢观看。